对上那双湛蓝的眼睛，乔洛心头一颤，立刻闭上了眼睛装睡。但是闭上眼睛之后，他又后悔，又不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乔洛装睡了不到1分钟，又睁开眼睛，结果这一次更是被吓了一跳，因为原本以为还躺在沙发上的袁彻，竟然已经站到了床边。这次两人再次对上眼睛，乔洛再也没法装睡了。醒了，袁彻的声音很温柔。乔洛点点头，有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地方？乔洛摇了摇头。袁彻忽然笑出声，乔洛疑惑地看向袁彻，就见袁彻伸手帮他把被子往下掖了掖。你是小哑巴吗？怎么光动头不说话？乔洛第一次听到有人把小哑巴叫得这么宠溺，好像是在叫小宝贝一样。他脸一红，轻咳一声，坐起来。然而身体一动，被子掀开的瞬间，他又闻到了自己身上一股不属于自己的信息素的味道，那是袁彻的信息素。是了，他已经被袁彻临时标记了。那时候他没什么意识，被身体里的激素控制着，袁彻却没有占便宜，还十分守礼的再三询问他。他不由低头说道：殿下，对不起，我给你添麻烦了。这算什么麻烦？袁彻坐在床边，看着明显因为羞涩而不自在的 Omega， 他极尽耐心和温柔，对乔洛说：乔洛，你是 Omega， 这种事情吃亏的是你。之前我看到了你已经打过不少抑制剂，所以不得已只能那么做。你的发情期还没有过去，现在最重要的是趁着你还清醒的片刻，决定一下之后你要怎么度过你的发情期，是临时标记还是……乔洛心里很乱，他原本就在心理上对袁彻有几分依赖的倾向，现在身体也因为标记让他总想靠近袁彻，但是袁彻是太子殿下，他能这样做吗？袁彻也知道乔洛本就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这样直接让乔洛做选择恐怕很难，于是袁彻就换了一种方式。那如果我建议你选择临时标记，你接受吗？乔洛抬头，清澈的眼睛倒映着袁彻的脸，他抿了抿唇，然后点头，接受。不过乔洛，我毕竟是一个正常的 Alpha， 在对你进行临时标记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控制不住自己，万一发生了什么怎么办？乔洛耳根红的要滴血，但已经顺嘴说道：发生了就发生了，为什么？袁彻凑近乔洛，目光灼灼的盯着他，你不怕我把你……乔洛看着近在咫尺，自己一直暗暗放在心里的人，终于能够鼓起勇气道：不怕，因为殿下，我……乔洛差点说出喜欢你。突然门被敲响，袁彻的笑意僵在嘴角，他目光不善的看向门口。什么事？殿下，是薛燕的声音。薛燕那小子虽然有时候喜欢贫嘴，但是肯定也知道这种时候不适合打扰，不是很重要的事情，肯定不会打断他。袁彻起身走过去，开了一条门缝。然而和他以为的不同，薛燕并没有一脸严肃的交代什么事情，只是递给他一个东西，眼神不正经。袁彻正要开口，薛燕就先一步离开了。借着灯光，袁彻看向了手里面的东西，然而一看竟然是避孕药片。袁彻的脸黑了一大截，他将那东西握紧，放进了口袋里，心想等乔洛顺利度过这次发情期，他一定要好好收拾一下薛燕。乔洛看着回来的袁彻，刚才被打断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有时候就是那么一瞬间的勇气，错过了机会就很难再找回来了。他只问袁彻道：是有什么事吗？殿下有什么就去忙，我没什么的，其实你送我回家也可以，以前我都是自己度过发情期的。乔洛生怕自己给袁彻添麻烦，袁彻怎么能不知道呢？他坐在床边的沙发上，郑重地说道：乔洛，从交易关系上来说，我们是互利的，所以我不希望你出什么事。以前你自己度过，以后我不会再让你一个人。乔洛还要说什么，然而第二波热潮已经来临，他好不容易因为临时标记得到的片刻清醒也逐渐消失，趁着还没完全意识模糊，乔洛连忙说道：殿下，谢谢你帮我都可以接受。说完，他就把自己蒙在被子里。空气中，乔洛的信息素渐渐汇聚浓郁起来。袁彻也不再像刚才那样轻松，他先是到卧室外面拿了营养剂，随后掀开被子，将已经闷出了一身汗的乔洛捞了出来。乔洛一闻到袁彻的信息素，就向着袁彻靠了过来，他乖乖靠在袁彻的怀里。袁彻给他喂营养剂，但乔洛不知道怎么的，怎么都不愿意开口。吃点这个补充体力，不然你会饿的。不要，我不吃这个。那你想吃什么？什么都不要。乔洛只紧紧地抱着袁彻，发情期的他就像一个剖开假面的小孩子，也开始任性起来。可袁彻不能让他这样任性，这样的方式喂不进去的话，那就……袁彻目光深沉，他先是喝到了自己的嘴里，然后一手抬着乔洛的下巴，低头对上了乔洛的唇。这不算是他们第一次吻，但却是第一次如此正式深入的吻。营养剂没什么味道，所以袁彻最多的是尝到对方唇的味道。因为信息素的原因， Omega 的身体也一般是信息素的味道，也许是因为他们的信息素太过契合，所以袁彻怎么尝都觉得甜。一开始只是想给乔洛喂下营养剂，但后来袁彻的目的就没那么单纯了。松开乔洛之后，他看到了满面潮红的乔洛，尤其是那双唇红润晶亮，看着格外的可口。他咽了一下口水，眼底是深沉的欲望，鼻尖是乔洛浓郁的信息素。他不再克制自己，这次他不再喂营养剂，
而是认认真真的吻下去。霜雪和药材的信息素再一次混合在一起，互相纠缠。一开始，风雪中的小小药草瑟瑟发抖，但后来感受到风雪的温柔，药草却挺立起来迎上去。于是这个吻许久之后才停下来。此时，不管是乔洛还是袁彻，都呼吸不稳。但两人不太相同的是，乔洛已经没什么力气，而袁彻却是越发冲动。他呼吸粗重，盯着怀里的 Omega。Alpha 的侵略性几乎无法压制，但是他依旧动作温柔地将人放在床上。随后，尖利的牙齿再次靠近 Omega 脆弱的腺体，咬进去，注入自己的信息素。身下的 Omega 开始颤抖。袁彻一手轻抚 Omega 的脊背，让 Omega 感受到安全感，不再害怕。乔洛的发情期持续了多久，袁彻就在这里陪伴了多久。不过别的倒是没有做，临时标记倒是标记了不少次。等到乔洛的发情期结束，他身上几乎完全被袁彻的信息素覆盖，满身的霜雪味道，冷冽沁人。清醒过后，乔洛去卫生间洗漱，洗漱过后再出来后，他发现袁彻已经给他准备了一套崭新的他的尺寸的衣服，但袁彻却不见了。乔洛换下了身上的睡衣，穿上那套新衣服，然后走出了袁彻的卧室。几天没有出门，再次出来，乔洛莫名有种做贼心虚的感觉。毕竟这几天他和袁彻在一起，应该这里的所有人都知道了，到时候如果碰上他们的眼神，他都不知道。正这么想着，乔洛就迎面碰上了陆平。陆平向来是一张面无表情的冰山脸，所以乔洛对上他倒是松了一口气。然而下一秒，他就看见薛燕跑了过来。没等乔洛酝酿好一个笑容，薛燕就已经眉开眼笑的走过来。乔洛，感觉怎么样？殿下看着温柔，但实际上很那个什么吧？乔洛轻咳一声，我们没有。哇，我闻到了好浓郁的殿下的气息啊！薛燕夸张的说道，随后被陆平拉了一下。薛燕终于收敛一些，好啦，估计过不了多久，我也该叫你殿下了。他没有说话。薛燕继续道，是不是要找殿下？殿下在那边的前厅。乔洛点点头，抬脚就走。他步伐很快，生怕薛燕又要说什么。然而等薛燕想起来要提醒乔洛前厅除了袁彻还有其他人的时候，乔洛已经拐个弯不见了。乔洛进了前厅，一眼就看到了袁彻。因为连续的标记， Omega 对于 Alpha 的依赖达到了极点。他径直朝着袁彻跑过去，企图把自己埋在袁彻的怀里。袁彻只愣了一下就接住了人，抬手轻抚着乔洛的脊背。坐在他对面的人见状也愣住了。袁彻抬手示意对面的人噤声，对面的人点点头，呆呆地看着袁彻怀里的 Omega。 在袁彻的怀里拱了一下之后，乔洛才起身。他为自己的动作不好意思，袁彻却只是微笑的帮他理了理稍微凌乱的头发。想我了吗？乔洛点点头。袁彻又道，你先到那边等我，我这边和客人说完话就去找你好吗？乔洛的身体僵住了。什么？还有客人？好不容易勇敢的一次，换来了终身的内向。此时此刻，无比想要找个地缝钻进去的乔洛，深度理解了这句话。他步伐僵硬的走到另一边的沙发，根本不敢看那边的人。等袁彻谈完公事之后，袁彻走过来找乔洛。对于嗅觉灵敏的 Alpha 来说，嗅到自己的 Omega 身上满是自己的信息素，他有一种由衷的满足感。乔洛，我这边结束了，你想吃点东西吗？我陪你去。乔洛仰头看着身姿挺拔、面容俊美的 Alpha， 直接伸手环住了他的腰。刚才我是不是不应该出来？让别人看到，会不会影响到你？不会。袁彻轻声安慰，能进到这里的人都是自己人。虽然知道是这样，但乔洛还是想当鸵鸟。袁彻也没催促乔洛，就这样陪着他将情绪缓过来。乔洛也没花太多时间，抱了一下后，他就起身跟着袁彻去吃饭。整个发情期，乔洛都是靠着营养剂补充体力，太久没有吃过东西，又馋又饿。餐厅内，餐桌上摆放着各种各样的食物。乔洛记得薛燕说过，袁彻从不铺张浪费，不由看向袁彻，殿下，这些太多了，吃不完会不会浪费啊？你尽管吃，剩下的我来负责。也行。乔洛一点一点填饱肚子，他原本的理智也一点一点彻底回笼。等到吃饱之后，他压制住想要往袁彻怀里钻的冲动，对袁彻说道，殿下，这段时间真的很感谢你的照顾，我暂时也没有什么能够回报你，但是你放心，药剂那边我一定可以尽快研制出来，我这就回实验室赶一下进度。说着，乔洛就要离开，却被袁彻拉住了手臂。别着急，袁彻说道，你现在身上满是我的信息素，你知道的， Alpha 的信息素也透露着精神力等级，你现在出去很可能会引起周围人的注意。乔洛想起出来的时候薛燕的神情，当时以为薛燕是故意夸张，现在想来确实是这样，他自己感觉不出来，但是周围人一定可以。你安心再休息一天，等信息素淡下来，而且才经历过临时标记，你一个人我不放心。袁彻的神态和声音太温柔了，乔洛都不敢抬头看他，生怕自己一看就会陷进去。这些天袁彻那样呵护他，让他不由自主的想要依赖，但他也始终记得他们两人身份差距的悬殊，况且他很怕自己会错意，怕殿下只是因为善良而照顾他，而他要是想多了，他们两人都会很尴尬。对了，
我让他们帮你找到了一本古籍。袁彻从办公桌的抽屉里拿出来一本厚重的、表皮十分陈旧的书，递给乔洛。乔洛接过来一看，惊讶的道：“竟然是《本草纲目》。”“是，还有一些其他古籍，我也正在让他们找，应该会对你研究药剂有所帮助。”“有帮助？太有帮助了！”看到乔洛惊喜开心，袁彻也不禁笑了起来。氛围所致，他抬手抚向乔洛的脸颊，当指尖触及那温热的肌肤，两人对视，都愣了一下。看到乔洛那双清澈的眼睛，袁彻神态有些不自然，他放下了手，说道：“你就坐在那边看吧，不要客气，把这里当做自己家。我去处理一些公务，有什么事可以随时找我。”乔洛点头，微红着脸坐在一边的沙发上，静静的看书。两人各做各的事，互不干扰，看起来倒有一种温馨的感觉。时间过得很快，一晃就来到了晚上。之前因为发情期意识模糊，乔洛和袁彻待在一张床上，还缩在袁彻的怀里。但是今天在清醒状态下，乔洛觉得自己应该单独去客房，但身体却很不听话，他还是想要和袁彻再靠近一些。乔洛第一次尝到了隐忍的感觉。卧室里，乔洛看着抱着被子熟练的去沙发上的袁彻，抿了抿唇说：“殿下，不然我去客房，你还是睡床吧。”“不行，你需要我，可是你这样会休息不好。”袁彻不以为意，明明是一个金贵优雅的人，却毫不在意自己的形象。以前在星际战场上打起来都是几天几夜，别说沙发了，睡在地上也是常事。放心吧，这对我来说不算什么。乔洛想了想，干脆说道：“那殿下，我们就像前几天一样吧。”袁彻顿了一下，看向乔洛。乔洛是觉得袁彻大大方方，他自己又为什么要这么矫情？从交易的角度看，他们这样本来就有益于彼此，而从个人的角度，他也不想远离袁彻，同时也不想袁彻因为自己而牺牲什么。都临时标记了，躺在一张床上那么多天，还有什么可害羞的？乔洛给自己简单的洗了一下脑，随后他上了床，往旁边移了些，给袁彻留出位置。于是袁彻在乔洛的目光催促下，也没再坚持，他躺在乔洛的旁边。乔洛安心闭上眼睛，片刻后，袁彻就听到了乔洛均匀平稳的呼吸声。他换了个姿势，从平躺变为侧躺，然后伸手将乔洛拥进怀里。隔天早上，乔洛是在袁彻的怀里醒来的，他不仅脸几乎贴着袁彻的胸膛，一条腿还搭在袁彻的腿上，姿势格外豪迈。他放轻动作，企图在袁彻还没醒过来的时候收回自己的腿，然而刚一动，袁彻的手就按在了他的腿上。袁彻宽大温热的手掌隔着一层布料贴在乔洛的肌肤上。乔洛咬了咬唇，却不敢再动了，他只得装睡。不过没几分钟，闹铃就响了。袁彻醒来关了闹铃，却还是没有放开乔洛，他还又将人往怀里揽了揽。乔洛惦记着上班，睁开眼睛，忍不住伸出手指戳了戳袁彻。他小声说：“殿下，我要去研究所了。”袁彻嗯了一声，沉默了一下之后，他终于松开了乔洛。“我送你。”袁彻翻身下床，动作利落。乔洛眨了眨眼睛，也跟着起身洗漱。吃完早饭，袁彻亲自开飞行器送乔洛到研究所。看着袁彻回去的背影，乔洛虽然双脚就在地面上，却还有种做梦一般的不真实感。很难想象他真的和他的太子殿下度过了一整个发情期。乔洛知道他和袁彻现在的关系已经更近了一步，但具体要说却是一片模糊。他们中间就像是还有一层雾气，虽然大概了解彼此的心意，但有这层雾气在，就始终不能真正走到一起。乔洛叹了口气，刚一转身就看到了何真和陈无忧。何真一脸八卦，陈无忧也差不多。“乔洛，看你气色红润，快告诉我，你这次的发情期是不是和你的那个绯闻男友度过的？”“绯闻男友？那可不是，你又不承认，也没有官宣，所以就只能叫绯闻男友了呀。”“好像确实是这样。”乔洛轻咳一声，“那个先不说这些，这些天我们的药剂研究进展怎么样了？”“乔洛，不许转移话题，我这是在关心你。”“等等，你身上的味道。”何真凑过来，在乔洛的身上嗅来嗅去，被乔洛推开后，他震惊地看着乔洛：“洛宝，我竟然在你身上几乎闻不到你自己的信息素，全部都是那个 Alpha 的，他到底是谁啊？”乔洛正要找个借口再次转移话题，陈无忧终于开口：“好了。”乔洛不想说，可能是还没到时候，我们赶紧上去跟乔洛说一下研究进展吧。“也是，那好吧。”说完，陈无忧还给了乔洛一个眼神。乔洛接收到，用口型道了谢。不过他好久没来，一来再次收到了其他同事意味不明的目光，乔洛心一慌，还以为是自己和袁彻的事情被发现了。不过不等他问何真他们，实验室门前已经有人在等。何真看到了柯月，一点不意外：“你怎么还在这里？”何真转头就对乔洛说：“乔洛，你不在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事，霍云生被打了。”言简意赅，十分爆炸。霍云生竟然被打了，他的家族摆在那里，那可是霍上将的儿子。是了，自从上次霍上将主动卸去职务，霍家就再没有上将了。但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怎么敢有人收拾霍云生？柯月终于看见乔洛，他迎上来：“乔洛，霍云生躺在家休养好几天了，那天宴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霍云生也不知道伤了他的人是谁，查也查不出什么，我只能来问你了。乔洛没想到柯月竟然这么喜欢霍云生。等等，宴会那天他发情期到了，意识开始模糊，但他记得霍云生拉住他，想要标记他，而那一幕被袁彻看到了。如果要说能够收拾霍云生的，似乎袁彻很有可能，不过想到这里也只是猜测。乔洛摇了摇头，这个我不清楚。那天宴会结束，我的 Alpha 就接我离开了，是不是你的 Alpha 做的？我记得你的 Alpha 精神力有多强，是他吗？他到底是谁？乔洛实话实说，你见过所有的贵族，也见过我的 Alpha， 肯定知道他不在你所知道的贵族范围内。况且我前段时间休假，你作为 Omega 也应该能懂，那个时候我们离不开自己的 Alpha， 所以是谁伤了霍云生，我也不知道。乔洛没有正面回答是不是自己的 Alpha 做的，但是从他给出的证据来看，他的 Alpha 已经可以排除嫌疑。柯月虽然嚣张跋扈，但也懂点道理，尤其是涉及霍云生。他认真的看着乔洛，真的不是？乔洛，其实你已经有答案了，我觉得可以看看他之前有没有得罪过谁。柯月深深看了一眼乔洛，然后离开。旁边何真感慨道，他是真的很爱啊，也不知道那霍云生到底哪里那么好了。乔洛也摇摇头，大概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吧，毕竟霍云生也没有坏到无可救药，可能他也有好的一面，只是没有展现出来吧。不过这些都不归他们管。进了实验室之后，何真和程无忧把最近的实验成果给了乔洛。程无忧说道，按照你留下来的计划，这些是新制作出来的药剂，不过还没来得及实验。乔洛睁大眼睛，那你们比我计划的还要快。何真拍了拍乔洛的肩膀，是你留下的实验计划太详细了，我们闲着也是闲着，这才算是赶上了你的进度。那我们现在赶紧开始试验吧。前面发秦期占用了太多的时间，这次乔洛一心只想把进度加快赶回来，所以接下来几天乔洛基本都待在实验室。以往乔洛一忙起来可能就会忘记吃饭，这次到了饭点，却有神秘人将餐食送到实验室，不仅有乔洛的份，还有何真和程无忧的。来送饭的是换了一张脸的陆平，虽然换了一张脸，但是那没什么表情的脸和严肃的气质一模一样，虽然刻意挤出笑意，但那笑容实在僵硬。乔洛将何真和程无忧叫到休息区吃饭，两人再次露出八卦眼神。乔洛不等他们开口，就直接道，快点吃吧，有什么话就留在肚子里，不然下次就没有某人的份了。何真扁了扁嘴，好狠的心啊，心不狠人不稳。还没吃完，乔洛就收到了袁彻的消息，味道还可以吗？有什么想吃的就告诉我。谢谢殿下。很好吃，好吃就好。乔洛嘴角不由自主漾起笑意，收起聊天界面后，又对上了何真和程无忧的眼睛。不过这次他们没多说，那个吃饭真好吃啊。是啊，这个菜挺好喝的。隔天在实验室门口看到脖梗上缠着绷带的霍云生时，乔洛并没有太意外，毕竟他几乎已经掌握了规律，每次霍云生找他就意味着柯月会找他，而柯月一找他，霍云生也会紧接着找他，这两人几乎是捆绑的。乔洛不等霍云生开口，就直言道，柯月上次来只是问谁伤了你，其他的什么都没做，所以你不用过来。霍云生确实想以此为话题和乔洛寒暄，乔洛这么一说，霍云生的话头就被堵住了。你既然受伤了，就好好休息吧，不要再来找我了。乔洛正要转身，霍云生抬手就要拉他的手腕，不过被及时出现的程无忧挡住了。你在干什么？霍云生也许会因为喜欢上乔洛而暂时为乔洛低头，但他可不会为程无忧放低身段。程无忧将乔洛拉到了身后，霍云生的脸色就黑了下来。你算什么东西？挡着我的 Omega 算什么意思？程无忧一点不怕他，没什么意思，希望你能尊重乔洛罢了。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没有尊重他了？关你什么事？我两只眼睛都看到了，既然他说了让你不要来了，就请你有点自知之明。霍云生抬手就要打人，乔洛呵斥一声，霍云生，你能不能清醒一点？你的生活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吗？你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吗？你父亲曾是上将，你就不想让霍家重获荣光吗？霍云生顿住了，乔洛拉着程无忧离开，这次霍云生没有再追上去。不过刚才拉扯期间，他看到了乔洛手腕上的一枚古玉，之前他也见过，但是并没有多注意。但上次他在父亲的书房里看见过一张照片，那是他父亲和太子殿下的合照，而照片上的太子殿下的腰间就挂着这么一枚古玉。之前他就觉得眼熟，这次更是有了几分肯定。他想起自己之前看到的经常和乔洛在一起的那个 Alpha， 那个把发情期的乔洛接走的 Alpha， 还有那个用精神力压制的他痛不欲生的 Alpha， 那样强大的精神力，整个帝国屈指难数。其他人不了解不明白，但他到底是霍上将的儿子，见识过父亲和其他帝国战将的精神力，更知道那个 Alpha 的精神力有多么的恐怖。以前他根本想不到乔洛会和那个人有什么牵扯，但这一次次的不同让他没法忽视。如果不是特意关注，他可能永远都不知道和乔洛在一起的人竟然是帝国的太子，连他都没见过一次的太子。霍云生越想越觉得自己头顶仿佛有一片绿，即便只有他自己知道，但这绿帽子也让人格外难受。
乔洛是他的 Omega， 不管怎么样，婚约存续期间就绝对不能和别人在一起。太子又怎么样？太子也不能抢夺别人的 Amg 啊！霍云生越想越激动，但此时他也不能完全确定，和乔洛关系不一般的那个 Alpha 就是太子袁彻，所以他得等。得查，霍云生先回了家，然后换了一身装扮，将自己打扮得像个平民，他就等在研究所外。而对此一无所知的乔洛完成了今天的实验任务，已经可以把新版的药剂拿给袁彻。他一心记挂着药剂通过实验后，就联系了袁彻，袁彻也为此高兴。袁彻让乔洛在研究所等着他，所以傍晚下班，乔洛没有回家，而是在研究所等待袁彻。为了避开众人的目光，所以乔洛走了后门。他给袁彻发了消息说自己在后门，没等多久就等来了熟悉的飞行器。在上去之前，他莫名觉得背后发凉，但转头看过去，却只看到了风中摇摆的草丛，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看见。上了飞行器之后，袁彻问他怎么了？没什么，就是刚刚感觉好像有人在看我。袁彻撤了屏障，向着那边扫了一眼，用精神力一探，就知道确实是有人。袁彻本想下去将人找出来，但碰巧看到了角落里的一抹白，那是纱布的一角，加上顶级 Alpha 的天赋，他可以闻到对方淡到极致的信息素，所以几乎可以确定那个躲在后方窥探他们的人是霍云生。没想到霍云生发现的这么快，袁彻微微皱眉，不过转瞬他就释然了。没事，走吧。他又叮嘱乔洛，马上就到1个月了，之后不用搭理霍云生。乔洛点头，我知道，我最怕的就是像上次一样节外生枝，我这次已经表现得很明显了，霍云生应该不会再纠缠了。乔洛的想法天真了，不过袁彻没有戳破，依照霍云生的性子，到时候恐怕还会纠缠，所以与其说让乔洛去改变自己远离霍云生，倒不如另择他法，反正到时候有他。1月之期已到，乔洛再次来到了议事厅，因为已经来过了2次，所以乔洛已经没有那么紧张，而且经常和袁彻待在一起，他潜移默化的强大了内心，自身也带了一种安然处之的气质。现在的他已经隐隐能看到未来的风范。皇帝多看了他一眼，不过和之前也并未有什么区别。霍云生，乔洛，1个月前你们立下的约定可还记得？回陛下，记得。皇帝点点头，既然记得，那今天就说出你们的决定吧，到底是继续履行婚约，还是就此分开？他笑看霍云生和乔洛，好整以暇的等待着这个婚约闹剧的结果。两人都是目光坚定，显然都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皇帝便说道，作为 Omega， 乔洛先说吧。乔洛直视皇帝，说道，陛下，这1个月的相处，让我更加清楚自己不会和霍云生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婚约不应该再继续下去。我不同意。霍云生连忙道，陛下， Omega 是属于 Alpha 的，跟哪个 Alpha 不是一样？再说乔洛的信息素不受欢迎，是众人皆知的，所有 Alpha 中只有我能接受，所以陛下，我们的婚约是天作之合，不应该被解除。我认为我和乔洛应该尽快完婚，我想婚后我对乔洛悉心照顾，乔洛也一定会回心转意。现在霍家已经不需要皇帝打压，但能够落实这个打压，皇帝乐得看笑话，只要他高兴了，牺牲一个 Omega 有何不可？他抬手正要宣布这个婚约继续，就听见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在门边响起，父皇，等等。帝国当今的皇帝只有1个儿子，能交出父皇这个称呼的自然也只有1个人，太子袁彻。自从袁彻离开战场回到皇宫，就几乎是没有露过面，他们就是有心想找这位太子殿下都很难找到，甚至许多人还是多年来第一次见到袁彻。众人震惊地望向门口，紧接着一个身穿皇室制式常服、银发蓝眸、身姿俊逸的人出现了。他稳步走进议事厅，朝着皇帝行礼，然后自然地坐在了皇帝旁边的椅子上。皇帝也意外地看向袁彻，你平日不是不出门，今日怎么来了这里？来看看。袁彻看向乔洛，朝他勾了勾唇。乔洛瞬间安下心来，他想起那天飞行器上袁彻说的话，袁彻说让他不用搭理霍云生，原来是这个意思。不管发生什么，袁彻都会帮他解决的。来看看，你可不是个爱看热闹的人啊，难道说这里人有什么你认识的人？皇帝也一直关注着太子那里的动向，也听过手下汇报，说是袁彻最近似乎和一个人有些来往，再多的细节就探查不到了，但皇帝却一点都不担心，毕竟当年那件事就是他的手笔，他很清楚，所以对方一直称病不出，跟精神力脱不了干系，而且没有任何一个 Omega 能够帮他疏导，所以他才一直对袁彻放任不管，任由袁彻去养病。本以为袁彻会因为精神力的问题慢慢陨落，谁知道今日竟然出现了，而且看起来状态竟然不错，难道袁彻有救了？皇帝看着袁彻的目光多了些探究，袁彻大大方方，眉目舒展，眼含笑意，没想到这也被父皇看出来了。实际上我今天来确实是为了一个人。乔洛心里一跳，为接下来袁彻可能要说的话而激动。霍云生同样心里一跳，从袁彻进来
他就确定了心中的猜想。因为虽然面容不同，但是那股气质，那种压迫感，让他完全确定乔洛身边的那个 Alpha 就是太子袁彻。本来想着先下手为强，但他哪里能知道，竟然逼得太子亲自出马和他抢人。他慌忙看向皇帝，但皇帝此时哪里顾得上他。父皇，上次的帝国晚宴我也到了现场，只不过那天不太舒服，就没有进去。但在门口正好看到了这个乔洛，回去之后我找人问了一下才知道，原来他已经和霍云生有婚约了。本想就此放弃，但没想到听说乔洛并不想继续这个婚约，所以父皇，既然如此，可否给儿子一个面子，解除这个婚约？我不同意。凭什么？霍云生再也忍不住，他高声怒喝，乔洛本来就应该是我的 Omega， 那你未免也太自以为是了。袁彻缓缓道，没想到霍上将的儿子竟然是这样一个人，怪不得霍上将不想听这两人吵下去。皇帝开口，看来是我小看乔洛了，没想到你竟然能让太子和霍上将的儿子一起争夺你。乔洛低着头，生怕自己说错了什么，所以一直保持着沉默。皇帝深深地看了他一眼，然后问袁彻，太子，你的意思是你要带走乔洛？不等袁彻开口，皇帝就继续说道，不过也不能由着你们两个 Alpha 做决定。乔洛，你自己说吧，愿意跟谁？这皇帝真是虚伪，以前每次来这里，这皇帝从来没说过这种话，现在倒是给他机会了，这是断定他不会选择太子吗？乔洛深吸一口气，就要说跟太子殿下，而霍云生却骤然喊道，不行，太子殿下之前就认识乔洛，一直在离间我和乔洛的感情，乔洛当然选择太子。陛下，我不戴这顶绿帽子。霍云生也不管了，他直接将自己发现的真相说出来，只要能不让乔洛和袁彻在一起，他怎么都可以。听了他这话，皇帝确实质疑的看向了袁彻，袁彻却是一脸疑惑，你为什么这么说？我要是之前就认识乔洛，何必要等到今天？袁彻的话音刚落，议事厅就又有一个人走进来，陛下，太子殿下。乔洛看向来人，眼中闪过一抹惊讶，这不就是袁彻平常为了避人耳目用的那张脸吗？他大概知道殿下要干什么，所以也掩饰好自己的情绪。看到那人，他演出应有的激动情绪，你们可能没见过我，我是慕容颖。皇帝思索了一番，然后道，慕容颖，慕容家那个小儿子。他点点头，我因为隐疾，所以很少在人前露面，长大后家人才允许我偶尔出门，之前偶然结识了乔洛，所以我们关系还不错，知道今天是1月之期，他要解除婚约了，所以来看看。霍云生睁大眼睛看着眼前的人，又看了看端坐在位置上的袁彻，终于产生了自我怀疑，随即他就看向乔洛，他还是认为自己没有看错，但乔洛却满心满眼都是那个慕容颖，真是不对，还有一个方法可以试探。霍云生直接释放精神力，朝着慕容颖攻击而去，他要试探对方的精神力。然而下一刻，一股强大的精神力如同铁网一般将他罩住，他不可思议地看向对方。慕容颖皱眉看着他，霍少爷，你这是在做什么？要是伤到了陛下和太子殿下怎么办？皇帝之前一直纵容着霍云生，不过是为了通过拿捏霍云生而拿捏霍家，后面也是看笑话的心态，反正霍家不好过，对他来说只有好处没有坏处。但是没想到霍云生竟然大胆到公然在议事厅当着他的面用精神力发动攻击。皇帝震怒，直接拿起桌子上的杯子就朝着霍云生砸过去。霍云生此时再没了嚣张的气焰，他意识到自己刚刚有多么冲动，脸色惨败的跪在地上，陛下，对不起，我刚刚不是故意的，我只是……霍云生，我对你再三纵容，你就是这样报答我的。霍云生不敢再说一句话，身体都是发颤的。皇帝也没兴趣再掺和这个婚约，他大手一挥，行了，你们年轻人的事自己解决去，这婚约就此解除，都赶紧走，别在这里碍我的眼。乔洛心头一喜，差点就朝着袁彻奔过去，好在他及时转弯，朝着那位慕容颖跑了过去。只不过两人刚要走，皇帝又叫住了他们，等等。所有人看向皇帝，皇帝对着乔洛说，你的信息素不是有问题吗？能治好吗？乔洛摇了摇头，陛下，我的信息素天生如此，并不是什么病，是没法治的。皇帝若有所思，他微微眯了一下眼睛，你和慕容颖两情相悦？乔洛眨了眨眼睛，不知道皇帝问这话有什么用意，他点了一下头，就听皇帝继续说道，你对太子殿下难道没有一点倾慕？乔洛看了一眼袁彻，袁彻面色如常，乔洛却莫名接收到了某种信息，于是乔洛斩钉截铁地说，没有，虽然殿下见过我，但是我却只听过殿下的名，没有见过殿下，所以我对殿下毫无倾慕可言。皇帝笑了笑，这样啊，倒不是我要刻意从中作梗，只是袁彻身边一直没有 Omega， 好不容易看中一个。乔洛，不如你和袁彻相处试试。乔洛心想，这皇帝明知道他信息素有问题，也明知道袁彻没法和 Omega 在一起，却还是故意这样安排，看上去是关心，但实际上却更像是羞辱。乔洛觉得自己这样的想法是违反逻辑的，但想到袁彻说过的话，他点了点头，是，陛下，既然是这样，那你也没什么时间去研究所了，
我看你就安心陪伴自己的 Alpha， 再抽出时间来照顾袁彻吧。乔洛不可思议地看着皇帝，整个帝国的统治者竟然能说出这样无耻的话，去为难一个 Omega。但乔洛要是不同意，又能怎么样？他能跟皇权对抗吗？只能往好处想，好歹终于把和霍云生的婚约解除了。至于不让他去研究所，只要殿下在，一定能帮他。乔洛现在不得不答应皇帝。是，陛下。好了，你们走吧。袁彻先是行礼，径直离开，随后是乔洛和慕容颖。乔洛挽着慕容颖的手臂出了门，霍云生瞪了他们一眼，怒气冲冲的离开。等周围没人了，乔洛看着慕容颖悄声问：薛燕？哼。等走到没什么人的地方，慕容颖连忙将自己的手抽出来。嗨，要是让殿下看见就不好了。乔洛有心想问薛燕他们到底是怎么计划的，薛燕却先一步说道：有什么不懂的你问殿下，我有事先走了。怎么走这么快？乔洛出了皇宫，回到自己家，一路上他的情绪都没法轻快起来。不让他去研究所，这对他来说之后的整个人生都像是灰暗了。回到家，乔洛打算洗漱过后就躺床上，要哭也是盖着被子哭，但却没想到一进家门，他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殿下。